时速450公里的高铁就是中国的天花板吗？不，远远不够。现在，中国已经研制出了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它从0加速到600公里仅需3分30秒，说是贴地飞行也一点不为过。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眼前这台大家伙穿着蓝银相间的外衣，脑袋是扁的，还像用双手紧紧抱着轨道。它的牵引供电系统巧妙布置在地面，而它正是中国中车牵头承担研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在我身后就是刚刚下线的全国首列自主研发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实验样车。6年前，央视记者苏童便向全国观众报道了这一当时备受瞩目的新鲜事物。只是彼时，这列车虽已成功诞生，却仍带着实验阶段特有的青涩，未来性能如何，能否走向实用，都还充满未知。然而，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今年9月，当苏童再次站在这列车前，一股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扑面而来。曾经的实验样车早已完成华丽转身，彻底摆脱了那个稍显稚嫩的标签。如今，它从0加速到时速600公里，全程仅需3分半钟，真正成为了陆地上风驰电掣的速度王者。这列磁浮列车的诞生，不仅是一款交通工具的突破，更标志着中国已基本掌握高速磁浮成套技术与工程化能力。而它的研发故事核心关键词始终是联合。为了掌握高速磁浮关键技术，由中国中车组织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牵头，汇集了国内磁浮、高铁领域3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通过产学研用联合的方式，共同开展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的研制工作。这个项目在2016年10月启动，2019年研制出实验样车，2020年6月在上海同济大学实验线上成功试跑。之后经过系统优化，确定了最终技术方案。2021年1月研制出成套系统，随后开始了6个月的联调联试。同年7月20日，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在青岛下线。14个月后的2022年9月，在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上，中车向全球发布了这一磁浮交通系统，一下子就引起了世界关注。这一突破的背后，离不开中车的努力。中车围绕工程化、产业化，在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建成了专业的高速磁浮集成实验中心和试制中心，还联合国内协作单位，构建了包含车辆、牵引供电、运控通信、线路轨道在内的全系统仿真实验平台，搭建起了从核心零部件、关键系统到系统集成的国产化产业链。据高速磁浮项目技术总师、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副总工程师丁33的介绍，这套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的基本原理是利用电磁吸力让列车悬浮在轨道上，实现无接触运行。它有高效快捷、安全可靠、运能强大、编组灵活、准点舒适、维护便利、绿色环保等技术优势。当然，在保密的前提下，记者也了解到了一些技术突破的细节。研发团队成功攻克了关键核心技术，系统解决了速度提升、复杂环境适应性、核心系统国产化的难题。在系统集成、车辆、牵引供电、运控通信、线路轨道等成套工程化技术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他们开发出了新的头型及气动方案，解决了超高速条件下的空气动力学难题，采用先进的激光复合焊和碳纤维技术，研制出能满足超高速度气密承载要求的轻质高强度车体。自主开发的悬浮导向和测速定位装置控制精度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同时还突破了关键制造工艺，掌握了悬浮架、电磁铁及控制器等关键核心部件的制造技术，攻克了大功率 IGCT 牵引变流、高精度同步牵引控制等关键技术，完成了高速磁浮牵引供电系统的自主化研制，创新建立了适应长达干线自主追踪运行的高速磁浮运控系统，开发出满足列车高速平稳运行的高精度新型轨道梁。通过创新系统集成、
突破了运用场景和复杂环境适应性技术瓶颈，能满足长途、通勤等多场景需求，还能适应江河隧道、高寒、高温高湿等复杂地理气候环境。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何华武评价道，经过近20年持续研究和技术积累，中国已基本实现了高速磁浮交通全系统的自主研制能力，形成了成套工程化技术，实现了自主可控的产业配套能力。在中国的磁悬浮列车时速达到600公里后，心情最为复杂的不是别人，而是德国。毕竟，磁悬浮列车的底层技术正源自这个国家，而非中国首创。早年间，德国蒂森克鲁伯与西门子2大巨头曾联手研发磁悬浮列车，却始终未能将其推向商业运营阶段。回溯德国磁悬浮的发展史，其实早有先机。1969年，德国政府便开始扶持磁悬浮技术研发。1982年，又委托 IABG 公司建成了专门的艾姆斯兰实验场，为技术测试提供保障。1994年，德国联邦政府更是敲定了修建汉堡至柏林磁悬浮线路的计划。然而5年后，因德国铁路公司的反对，这一项目被迫搁置。后续的挫折更是接踵而至。2006年，艾姆斯兰实验场发生严重事故，造成23人死亡，所有磁悬浮测试工作紧急叫停。2008年，慕尼黑火车站至机场的磁悬浮实验线路在经历8年研发后，最终宣告失败。到了2011年，德国政府彻底终止了所有磁悬浮项目，宣告了这一技术在德国的阶段性退场。反观中国，不仅让磁悬浮技术落地生根，更实现了发扬光大。2022年，世界首条投入商业运营的磁悬浮线路在上海开通。这条全长30公里的线路，列车时速高达430公里。如今，中国又成功研制出时速600公里的超导电动高速磁浮列车原型车。可以说，中国在磁悬浮领域的研发深度与应用成果，已远远超越技术发源地德国，稳稳站在了世界领先位置。面对中国的突破，一些外国媒体开始发生质疑，其中亲西方立场的新加坡《亚洲时报》便猜测，德国工程师与零部件可能仍参与了中国超导电动高速磁浮列车的研发。这一说法是否属实呢？蒂森克鲁伯集团应德国媒体问询给出了明确回应，该集团与斯图加特大学、中国中车确实保持着学术合作，但合作重点仅限于科研交流与研究项目。集团既未直接参与这款创新列车的研发过程，也未以供应商身份提供相关部件。这一回应彻底打破了外界对中国磁浮依赖德国技术的猜测。中国磁悬浮项目的高级工程师表示，新型超导磁悬浮列车并非替代现有铁路网络，而是作为补充。它既保留了轨道交通的时效性与安全性，又能在2000公里以内的出行距离中提供接近航空运输的高速体验。所以，中国的目标很清晰，在过去由飞机主导的中短途干线出行领域，用磁悬浮列车开辟新赛道。目前，全球范围内能与中国磁浮技术同台竞争的，仅有日本的 L0 系列磁悬浮列车。它曾创下603公里每小时的最高时速纪录，但在常规运营场景中，最高时速仅能达到500公里每小时，与中国600公里级磁浮的实用化突破仍有差距。当然，中国的愿景不止于此。据研究与知识报道，随着技术的持续迭代，中国磁悬浮列车的时速有望很快突破800公里，甚至达到更高水平。中国不仅要在速度上与国际竞争对手保持同步，实现超越，更要主导制定这一领域的全球行业标准，掌握技术话语权。对此，不少德国媒体发出了感慨与反思。德国曾是磁悬浮技术的发明者，如今不仅丢失了这一技术的领先地位，连本国铁路系统也问题频发。要知道，德国铁路准点率不足60%，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热议话题。邻国瑞士甚至一度禁止德国火车进入本国境内，以防扰乱瑞士铁路网络的正常运行。
越来越多的德国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磁悬浮列车项目已成为技术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不仅推动了中国高端装备制造能力跃升，更助力中国巩固了创新型国家的国际地位。还有部分德国媒体与专家陷入了反思式质疑，直言后悔德国当年未能坚持磁悬浮技术研发，认为这一决策让中国捡了大便宜，错失了引领全球轨道交通革命的机会。事实上，中国磁悬浮技术的成功绝非偶然。一方面，中国始终以迭代思维推进技术研发，不断突破瓶颈，刷新纪录；另一方面，中国拥有独一无二的超大市场规模、庞大的出行需求，为磁悬浮技术提供了实验田与应用场景。而中国人对新技术的开放接纳态度，更是为其创造了存活成长的有利环境。可以说，中国恰好拥有德国所缺乏的天时、地利、人和，这才让磁悬浮技术从引进吸收走向自主领跑，最终实现了从跟跑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蜕变。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